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你可能听过，但可能不太清楚它到底有多重要的东西——稳定币。你千万别以为它只是另一种加密货币哦，它现在可是全球金融界的一个全新战场。来，先给大家看一个数字：2760兆美元。哇，这数字听起来超大，对不对？它代表什么意思？这就是光是2024年稳定币的总交易金额。你没听错，这个规模已经把我们熟知的 Visa 跟 Mastercard 加起来的交易量都给比下去了。所以啦，到底是什么样的金融工具可以有这么惊人的威力啊？没错，答案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稳定币。好，简单来讲，它是一种加密货币，但它的目标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就是要稳定。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跟美金是1:1挂钩的。它的核心任务说穿了，就是在那个价格上上下下波动超大的加密货币世界里，当一个稳定的，像是一座桥梁一样的角色。不过啊，稳定币可不是只有一种哦。其实我们可以把它们分成4个大家族。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个一个把它们看个清楚。好，这4大家族，他们维持稳定的方法可以说是天差地远。第一种最常见的是用我们平常在用的钱，像是美金来当担保的，这叫法币抵押。再来，也有用黄金这种商品来背书的，叫商品抵押。还有一种更酷，是用其他的加密货币，像是比特币来当保证的，叫加密货币抵押。最后一种，最特别也最刺激的，是完全没有实体东西在后面撑腰，纯粹靠电脑程式码运作的演算法稳定币。你看，它们玩法完全不同，那当然风险也是天差地别。好，那我们就先从势力最大也最多人用的那一个家族开始看起，也就是法币抵押型的稳定币。讲到这种稳定币啊，你一定看过这2个 logo，USDT 还有 USDT。没错，它们基本上就是稳定币世界的2大天王，2个加起来就吃掉了超过90%的市场，这根本就是寡占市场了嘛。那这种稳定币是怎么运作的呢？其实原理很简单，发行商每发行1颗币，就必须在银行里面存进等值1块美金的现金，或是那种很稳定的短期债券。所以你信不信任它，关键就看一件事：发行商的口袋到底够不够深，他的储备金透明吗？能不能经得起查账？也就是因为这样，它目前才是最稳定，大家也最敢用的类型。好，那其他家族的玩法就真的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加密货币抵押型的代表 DAI， 它不是放美金哦，而是放了超额的比特币或以太币当担保品，就是要你放心。但最猛的就是那个后来出大事的演算法稳定币 UST， 你想想看，它背后什么都没有哦。没有美金，没有黄金，完全就是靠一套电脑演算法在控制发行量。这听起来就像是用程式码盖起来的纸牌屋，对吧？所以它风险有多高，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说到风险，那如果这个号称稳定的币，有一天突然不稳定了，会发生什么事？跟你说，就是一场灾难。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崩盘，直接点燃了全世界的监管大战。而这场风暴的主角就是它，曾经红极一时的演算法稳定币 UST。你看这张图，这个曲线真的太可怕了。2022年 UST 就这样陷入了所谓的死亡螺旋。它的价值在短短几天内就从1块美金直接崩盘，跌到快要变不见，几百亿美金的资产就这样人间蒸发了。这件事真的就像一场金融大海啸，把全世界的政府跟监管机构全部都给打醒了。UST 的崩盘给了市场一个超震撼的教训，光靠大家的信心是撑不起一个金融产品的。所以各国政府才终于意识到，不行，不出手管一管真的不行了。于是，一场全球性的稳定币监管竞赛就这样正式开跑。那我们来快速扫一下世界各国是怎么布局的。
你看，美国就直接立法规定，你发多少稳定币就要有多少现金储备，1:1，没得商量。香港呢是走发牌照的路线，而且它还有个特殊角色，就是当数位人民币的实验基地。日本的玩法又不一样，他们是让银行这种大型金融机构来主导发行。至于中国，态度最直接，稳定币通通不准玩，他们要全力推自己的数位人民币。那在这场全球大战里面，我们台湾当然也没有缺席哦。好，接下来我们就把焦点拉回来，看看台湾的数位新台币战略是什么。台湾要怎么走？其实路线图已经画出来了。第一步就是虚拟资产管理条例这个草案，现在还在立法院审查。等这个母法一过，金管会就会接着定出更详细的规则，也就是子法。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预计最快在2026年下半年就可以看到台湾自己发行的稳定币正式上路了。那台湾的监管核心精神是什么？其实就是跟国际的主流做法看齐。有几个重点你一定要知道。第一，想发行就要先拿到牌照。第二，准备金要100%，不能少。第三，这笔准备金必须独立出来，跟你公司的钱分开，这很重要，叫信托。然后最关键的一条来了，禁止支付利息。为什么不能付利息？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深入聊。好，那问题来了，台湾为什么非得要有自己的新台币稳定币不可？我觉得前行政院长陈冲讲的一句话真的是点到了最核心的地方。他说，新台币稳定币，它绝对不只是一个付钱的工具而已，更重要的是，它是台湾未来要在国际数位金融这个新世界里建立我们自己的话语权，掌握自己金融主权的关键基础，这是一个战略问题。讲到这里，我们就碰到了整个稳定币未来发展最大也最根本的一个辩论。没错，这个最大的争议点就是稳定币到底该不该付利息，这完全是两派看法。你看，政府这边为什么要禁止？他们怕稳定币如果开始付利息，就会变成一个没人管的影子银行，到处去搞高风险投资，万一出事就会冲击到我们整个传统的银行系统。可是反过来站在我们使用者的角度想，有利息当然好啊，钱放着可以生钱，不只能对抗通膨，更是吸引我们去用它的最大诱因，对吧？而且跟你说，不只是台湾这么想，其实像美国、欧盟这些金融大国都已经白纸黑字禁止付利息了。他们最担心的点都一样，就是怕如果一开放，大家的钱就会从银行存款大量跑掉，全部流到稳定币那里去，那整个金融体系的根基可能就会被动摇了。